艾特大严重来看这部泰国恐怖片《电台 DJ 完整版》，这真是预判了你的预判。话说在一家电台的演播室，红色的直播灯亮起，但是主持人并不在乎。突然电话铃声响起，打电话来的正是小美，她就站在天台上，看这个架势，小美这是要做最后的告别，可是还没多说几句话，她就把电话挂掉，然后走上天台最高处，翻越了栏杆跳了下去。过气的电台 DJ 阿杰正在演播室做着节目，他的节目被排在凌晨3点才开始，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冲击之下，他的听众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每天晚上打电话进来互动的观众没有几个人。外面的导播小芳闲着无聊就打起了瞌睡，偶尔有电话打进来，他也忘记过滤，就被阿杰接听了。今晚依然如此，但是在他送出第一首歌的时候，就发生了变化。他身后的柜子上出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阿飘。阿杰茫然不知，继续还在那里自娱自乐的时候，他从玻璃的反光处渐渐看清楚了后面是什么东东了，顿时心里砰砰直跳，鼓起了勇气，转头一看，哇塞，竟然什么也没有，难道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节目录制完毕，他看着走廊上曾经的辉煌，一时感慨无比。这时总监走了过来，跟他聊了几句人生的无常。ผมดูรูปพวกนี้แล้วก็นึกถึงยุคท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พี่นะเมื่อก่อนนี่แบบไม่มีใครที่ไม่รู้จักเราเลยนะ隔日晚上，阿杰继续做着节目，有女观众打来电话，意思是阿杰不但玩弄了他，而且抛弃了他。这可把阿杰吓坏，赶紧在节目中声明自己没干过此类的事情，然后公开找到电台通讯出现故障的借口，掐断的来电的信号，然后送出一首歌。现在节目中场休息一会，阿杰就对刚才的事情心有余悸，马上跳起来找小芳算账，因为他上班打瞌睡，电话没有过滤一下，就让他接听。小芳一听表示着不能怪他。เวลาใครโทรมาเนี่ยช่วยกรองให้พี่หน่อยจะกรองยังไงอะคะพี่รายการพี่เนี่ยมีคนโทรเข้ามานี่ก็บุญ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เนี่ย气得阿杰让小芳以后来上班就在一旁歇着，导播的活他自己干。小芳开心的要命。休息完毕之后，节目继续，阿杰就在话筒前滔滔不绝。您说也怪，今晚的电话特别的多。刚说完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是一位啼哭的女人打来的，她被男友抛弃了。阿杰一听那意思，就知道这个女人被情所困，不过他在这方面可是专家，于是就从正反两面开导女人，句句在理。หนูไม่ต้องรู้หรอกว่าใครผิดใครถูกหนูทิ้งมันไปเลยถามใจตัวเองอ่ะรับได้ไหมถ้ารับได้แม่งก็คบต่อ最后女人不再哭泣，但是不知为何阿杰的情绪上来了。阿杰就在广播里跟观众说了拜拜，事后连阿杰都没有搞明白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这部片子恐怖氛围的营造不但用了心思，而且还设置了悬念。问题来了，阿飘是不是片头跳楼的那个女生变的？咱们可以多思考一下，接下来阿杰的事业会发展成啥样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隔日总监把阿杰找来谈话，阿杰知道自己工作上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就不敢直视总监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心想反正醉话也就是炒鱿鱼，就让总监直接开口说吧，不要再盯着自己看了。然而更没想到的是，总监一直是在卖关子，搞了半天他打算要奖励阿杰，因为昨晚的节目阿杰已经在网络上爆红了，本来总监已经打算裁撤这个节目，结果阿杰的这下好了，阿杰不但能继续做下去，而且赞助商又来了很多。的确，阿杰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，还能再次的翻红。总监觉得阿杰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，转瞬之间，阿杰整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他迎来事业的第二春。某天的晚上，阿杰在演播间接完一个奇怪的电话，突然灯就熄灭了，紧接着耳边传来一连串的说话声，那是一个救助跳楼人员的全过程。哎呀，这可把阿杰吓得不轻。问题是阿飘还不走，一直赖在演播间里，但是其他的危险举动也没有，只是盯着阿杰看。阿杰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特意用手电筒直射阿飘。这次他看的是那么的清楚，肯定自己没有出现幻觉，就是遇见鬼了。于是在那里大声喊着救命。忽然间总监冲了进来，他对于阿杰所说的话全盘否定，因为他没有看见任何一个阿飘，希望阿杰继续他的节目，不要再发癫了。阿杰看着现场恢复了原状，也是无语了，于是戴上耳机继续把节目做完。深夜3人下班走到停车场，
总监这一路就在不停的鼓励阿杰，而小芳也在一旁随声附和着，希望能够开导他。突然阿杰发现他们两人怎么都消失了，任凭他怎么叫喊，两人硬是没有出现，反而在前面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抢救的场景，那种红色的光线又投射了出来，瞬间医护人员和死者向阿杰扑了过来，吓得阿杰浑身发颤。瞬间这些场景都消失了，而总监和小芳就站在旁边好好的，这下他们两人也算是亲眼所见阿杰出现幻觉的全过程，于是赶紧让阿杰回去休息好再说。接着阿杰的生活还要继续，节目也在继续，有个女人连2天打电话来到这里，意思就是想自杀，阿杰就用自己一贯的风格帮助她，但是这次作用不大。สุขีสุขังสุขารังสุขารู拜拜。这次是如此的逼真，好像电话那头的人真的跳楼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芳敲着玻璃窗，让阿杰暂时终止直播信号。到了休息的时间，阿杰刚把一首歌送了出去，那个阿飘又出现了，把阿杰吓一跳，跑出了演播间。也就是说，阿杰看来看去，出来恐吓他的阿飘都是同一个。这次阿杰闹腾的有点大，什么把咖啡看成了血，什么女鬼瞟来瞟去的，直接把总监和小芳搞得眼冒金星。最后总监强行按住阿杰坐下来，清醒一下。然后总监明确告诉阿杰，这样下去不行，要不阿杰回家好好休息几天，振作精神再来，要不就退出这个节目组。阿杰只好先回家休息，小芳代替他把节目做完。阿杰走到了停车场，一名保安巡逻走过，他告诉阿杰，前2天这里的确有个男人从楼上跳楼身亡。阿杰这才把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一下，接着又讲起3年前有个人跳楼而亡，地点就是阿杰所站在的位置，听说是一个女学生被情所困，就做出了那种不理智的事情，而且听说还怀孕了。阿杰听完有些吃惊，然后就打算开车回家。这时那个阿飘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阿杰一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到，直到阿飘消失的那一刻，阿杰才有点感觉而已。可见只要那种红色的灯光没有出现，阿杰的天眼是开不了的，他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。阿杰后来休息了几天，感觉自己恢复了状态，于是又去上班。总监就希望他好好干，不要再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。阿杰答应了，节目一直主持得很顺利。当凌晨3点过后，开始了与观众的电话互动。首先第一个电话就让阿杰受不了，之前要死要活的那个女人又打来电话，意思是自己还是不想活了，现在就要跳楼。阿杰急忙拦住他不要做傻事，砰的一声响起，那个女人还是跳楼。紧接着那些救护人员的说话声传来，哇塞，这么逼真的场景怎么能让人不信？过了一会恢复了平静，阿杰照旧做节目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阿杰抓起电话就开始不停的开导那个女人，然而一点用都没有。接着跳楼的场景重新演绎了一遍，那晚最后也就那样了。隔日晚上凌晨3点一到，那个女人打来电话，阿杰抓起电话就开导，都不用等那个女人开口，但是那个跳楼场景依旧演绎了一遍，气得阿杰出来透透气。这时小芳就表示，他看见阿杰的女友每天坐在车里，要不叫他上来安慰一下阿杰。阿杰听完大吃一惊，他并没有什么女友，于是走到了停车场，仔细的观察车内没有其他人。随后阿杰被阿飘撞倒在地，他听见一个声音传来，ด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์น้อยนะฮะเรียงกัน3ดวงเรียงกันเป๊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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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เลยนะฮ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3ปีมีครั้ง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บ。阿杰有些糊涂，于是走到光荣榜前，他想起了3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他接听了一名女观众的来电互动。哇塞，那个女人直接就在节目里向阿杰表白。阿杰听出声音来，这个女人叫做小美，是他的一个粉丝。阿杰在节目中直接拒绝。นี่มีเรื่องช็อกก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นะครับคือจะขอพี่โตเป็นแฟนเหรอคะตอนเนี้ยพี่มีแฟนแล้ว话是那样说，但是阿杰的风流不减啊。那晚他在停车场看见了小美的姿色不错，随后两人就拥抱在一起，荷尔蒙大爆发。阿杰回忆结束，就打算开车回家，突然车子与刷动了几下，接着红色的灯光投射过来，阿飘出现在副驾驶位置上，吓得阿杰跳下车落荒而逃。没错，这个阿飘的生前就是小美。时间回到了3年前，原来自从那晚两人发生关系后，阿杰再也不跟小美联络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最后小美打算留语音信箱，告诉阿杰她怀孕了，希望阿杰能够出来见一面。然而令小美极度的失望，阿杰的电话号码变异成了空号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阿杰发现一个规律，
凌晨3点一到，阿飘一定会出现，于是他就跑到了天台，向小美表示忏悔。他回忆起3年前的那晚以后，小美只好在节目中拨通了电话，她也是迫于无奈。หนูรักพี่แต่หนูจะไม่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ค่ะฮัลโหลฮัลโหลฮัลโหลสัญญาณไม่ดีเลยฮัลโหลฮัลโหลโอ้รับฟังฮะ小美最后向他做了告别，阿杰就找借口暂时让节目中场休息，而他还是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，以为小美就是玩闹一下就会结束的。阿杰的思绪回到了现在，他流着眼泪不停的忏悔道歉。这时小美出现在天台的一角，她把那晚跳楼事情重新演绎了一遍。阿杰痛哭流涕，真心忏悔。阿杰就上去拉住了小美。就在这时，阿杰被小芳叫醒，原来这是阿杰的梦中梦。就在这时，时间正好来到了2点55分，阿杰想起了什么，就跑到了天台。过了一会，小美果真出现了，她又打算去跳楼。其实小美是个冤死鬼，所以她死前的那个场景每晚都在不停的轮回上演。阿杰高声告诉小美，他要做她的男友。阿杰之所以愿意这么做，就是希望她不要再做傻事了，现在由他来结束这个轮回。小美听得很欣慰。这个轮回终于结束，阿杰走回到光荣榜前，他这才看见那张跟同事拍摄的照片里有小美模糊的身影，他就站在角落里。那晚小美一直在苦苦等候阿杰，就在这时，阿杰看见小芳收拾东西走出办公室，看那个架势，小芳被炒了，就跟他打招呼。阿杰这才明白自己早已不在人间，原来那晚阿杰去救小美，结果没有拉住，两人都从楼上摔了下来，两人后来都变成了鬼，但是他们各自执念太重，无法投胎。就在天台不停的上演各自轮回，影片到此结束了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是不错的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因为片子结尾拍摄的有点晦涩难懂，我估计很多观众看不懂。既然阿杰都已经死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他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怎么可能与总监和小芳互动呢？其实整部影片就是在拍摄两个死鬼执念太重而无法投胎，于是就不停演绎轮回死前的场景，而真正的实景就是阿杰最后跟小芳相遇的那个场景是真实的，其他都是虚幻的。他们俩死后每天都在不停的上演轮回，一直延续到那天晚上小芳被解雇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